思亮故事里的神话和咱们中国传统神话有一些不同，稍微往多元宇宙的方向拓展了一下，就是比较架空的中式幻想。比如第1季的时候，思亮岛跟地球的连接是靠一个虫洞，而思亮岛所在的星球本身位于距离太阳系几千万光年以外。其实思亮岛的设定隐喻了我们身处困惑时期的一种感受，岛上的人必须得闯出去，才能看到外面更精彩的世界，才能开启人生的新篇章。导演非常精细的在去雕刻我们这个作品，光感和特效合成效果每集都要调试到上线播出的前一晚，这样在15集的内容全部展现给观众的时候，我们制作组也才刚收工。导演对于画面质量要求比较高，所以他在制作中的工作量以及包括导演的审核密度都是比较大的。整部作品的基础定调，我希望是在国风美学的基础上能够融入一些幻想元素，去用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传递出属于我们中国式的浪漫。在场景的视觉表达上，前期我们做了很多非常详细的设计图，甚至会用预览软件搭建出几处重要的建筑的结构模型，以便给到资产组的小伙伴能够执行得更顺畅。衡水居是我对世外桃源的一种幻想，里面的种种设置既要符合卷整体世界观的设定，还要能给观众带来代入感，也就是我们所能感受到生活的气息。其实这个衡水居的制作时间是很长的，效果提交再加上反馈的话，大概有半年的时间。一开始拿到这个设定，就看到上面这么多植物的时候，其实是很崩溃的。花花草草你都必须把它们都做出来，你才能呈现给观众，你这是没有巧可取的。衡水居呢，在这个片子里边，植物算是最多的一个场景，它有好多小的场景板块组成，有前院、后院、丽娘、屋子、水房，包括后边的后山，竹林环抱的一个山路，这样的一个场景。难度最大的就是植物量特别的多。导演对于效果上要求是很高很高的，一张图的设定我们要拆成10几个场景去做。第一版大概制作出80%、90%的程度了，然后给导演来看，感觉上不是很好，没有仙气飘飘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就把导演请过来，就坐我旁边，我们一起把植物啊、植被啊都重新梳理了一下嘛。衡水居来说的话，只是其中一个比较大的场景，其中包括还有徐家、程家外景后边的一线天的一个岩石。到灯光环节20多小时一帧，这个时间就是非常长。1秒是24帧嘛，那这样的话，对我们渲染来说，成本无疑是非常的高，就会出现玛雅崩溃的这种问题。优化场景那段时间压力特别大，大家整组都在加班，每天都在爆干。也都是每个镜头要去调整，因为通常番剧的话，我们是一场戏用一套灯，但是这次量不行，那样达不到效果，然后会通过不了。它类似于短片那个用的工序是一样的。我们在制作初期跟导演经过多次商讨之后，我们最终定下来是要还原现实世界的光照环境这样一个制作方案。然后导演每一集他会提供一些 color key 关键镜头的一些气氛图，我们会根据气氛图，然后出一些关键的灯。导演那边之后通过之后，我们然后再进入批量制作。可能还是希望能让观众有更多的代入感，做得更加写实，它是一个真实又美好的地方。为什么说大家那么多人喜欢衡水居呢？其实这就是我们向往的地方。花费精力最多的地方是在于分镜故事板的制作上，尽可能的把更美好的一面去展现给大家。会在满足基础的叙事逻辑上，尽量的去多拍一些细节。导演在草图阶段中会提出一些关于人物表演啊、细节的要求。因为草图阶段时我会把一些重要的镜头、构图什么的、表情和小动作一些关键点都给出来，这之后他就已经可以根据这些提意见了。
打戏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帅，比较好看。这一点上，我也是尽量想让分镜设计的调度会更加丰富，空间感更强一些。大战海怪那场，因为是个运动战嘛，所以空间感和速度感还是挺重要的，节奏比较紧张，也是花费了不少心思去设计这种节奏。我觉得宇勋导演讲戏很有趣，主要是因为他会自己表演里面人物的状态和感觉，就是每个人物因为性格很鲜明很不一样，所以他就像精分一样，然后会给我们那个讲戏的时候表演一遍，而且很直观很明确。他讲完一段戏会随时问我和宇勋导演对这段戏有没有一些看法，能够跟他的看法结合一下。我们提的意见比较合适的话，他也会采用。网剧的成本是摆在那儿的，你要在这个成本之内去完成这个高质量的东西，动捕的运用是比较多的。动捕的量来说还是挺大的，有的时候动捕，你像一集我们的动捕量要达到3天4天连续动捕。藏点阁这场戏是我们成年竞选的首次亮相，这段戏呢非常的重要，除了要营造紧张的这种感觉，还要表现出我们男主角非常的帅气。是因为这场打戏主要是竞选在藏点阁，在动捕的时候，我也是自己加入了一些设计，相对来说，反正是这场戏做的时间比较长，反复的修改了也很多次。这个傀儡的表演方式上呢，我们也进行了一些探索。其中呢，就是我们一群人去攻击刘老师，他是演竞选，我是傀儡，他竞选把我们打趴下了，就是一段竞选和傀儡打戏呈现给了观众们。所以说，当时这块动捕这块就是真的是很累，体力消耗这是很大，不光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活。我们那个傀儡，它的整个关节呢是可以360度活动，去找到说类似于蜘蛛啊这种节肢动物、爬行动物的一系列的表演，最终达到了说我们想要的一个表演方式。解算遇到的困难，也就是跟人物动态幅度有关系。就比如说司机角色动态幅度过大或者过快的时候，衣服布料会呈现不成形；还有一些毛发在渲染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头发突然就没了，或者是抖动的一些状态。我本来以为它就是固定到头发的，谁知道那个是可以用的，就很意外。然后去算这个的时候，因为当时并不知道它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布料状态，所以去解算有这个扔的这个大幅度动态的时候，它可能就会产生变形呀，或者说是扭曲的那种情况的发生。讨论完之后发现，怎么样的效果呈现的会更好看一点。当它的那个饰品跟它的身体产生碰撞的时候，会有出现抖动呀，就不太好看。所以这个我们到后期我们也会去进行调整和修改，更好看、更自然。我们第一季的总镜头量大概有将近5000个镜头左右吧，所涉及到的一个特效的镜头大概就有将近1半的一个数量，就是它的特效量是非常庞大的。思量虽然是一部动画，特效的设计语言是对标电影的要求非常高，在追求特效的真实和细节上是丝毫不含糊。雨晴对我们的要求可以说是非常苛刻了，其中一个比较难的点就是特效要与观众能够共情，希望某一个镜头的某一个元素能够起到点睛之笔，能够让观众们记住它。最难的是第一集的那场天书法阵，这一场有不少镜头都需要纯粹的靠特效来去描述剧情的需要，特效的画幅占比也非常大，包括时间啊、机位、交互还有 timing 都需要恰到好处。有一些镜头呢确实绕不开这个重型的解算，也比较花时间，
其中呢有一批镜头我记得还挺清楚的，就是我们这个团队里面的小伙伴也就说，哎，这个反馈，导演给我们的反馈，有必要这样吗？就是好像按照这个反馈，好像改来改去也没有特别大的改动。然后当整个片子做完，哎，我们在看第一版和最后一版的时候，这小伙伴发现这确实可以。当时的状态其实就是醒着就工作。其实大家的主要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特效环节上能够帮雨晴导演省心，并且要把这个效果做到一定的高度上。比如说有一个镜头我就记得很清楚，导演的反馈是，那我要呼吸感，要让这个云灵动起来。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呼吸感翻译成空隙、间隙，这个中间是有间距的，有些地方有疏有密，密集地方还要有一些空间来留白。13集8、90个镜头是云海嘛，云海做的是比较吃力，开始的时候旋不动，太卡了，所以那会儿我就搭了一套系统，我就可以很快的出来。还有个结界冲破结界的时候，导演对这个镜头要求比较高，就是每一个碎片碎裂的那个位置必须要按照导演的想法去做。最后我是特效做完了之后，手动的调了大概10几片的一个位置。大瀑布的场景就是在祭坛那块儿，瀑布的渲染是非常慢的，一个瀑布镜头需要运算渲染1周的时间才能出一版效果。如果效果不理想，就继续调试数据挂渲等结果。总之是让大家都很头疼的一个场景。量是挺大的，另外呢，制作周期也很紧张，一边渲染一边制作，一点一点去推进和完成。第1场和第13场基本上打戏比较多，导演他们其实已经把这个气氛已经定得很准确了，就我们再去执行的时候也是非常认真和投入的去完成导演想要的一个效果，因为我们对这个新片子也会有一定的情感存在里面，非常想把最好的画面呈现给观众。水里面的话，角色上就会加一些胶散，然后场景的话会加一些气泡和那个海底的一些杂质，这些都是要后期这边做上去，让它看起来更像海底，会让它显得更真实一些。导演要求它偏写实一点，有一些小细节的调整，这里加一点反应光，这种东西都要抠得很仔细一点，就是最后整体的画面提升变化很大，很美。第7集的那段，它的音乐背景是冬天，然后那个时候还是没有开始制作的时候呢，导演就已经把这个音乐呢拿到我们合成去，先让我们去感受这个音乐里边的所有表达的一些情绪，我们再去制作的时候呢，就会有不同的效果、不同的想法去呈现在画面里边。好的作品不光视觉要可观，配乐环节也非常重要，两者结合才能共同推出剧情。所以在音乐上，当时也尽自己所能做的努力，进行了尝试和探索。整部作品基本上是以 New Age 的形式去呈现的，主要还是融入一些现代元素。竞选它的主旋律是用钢琴去演奏的。它里边的一些鼓的音色都是能表达出来一种空灵和忧伤。图里给我的感受呢，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孩子。我用的是3拍子因为3拍子更适合表现女性。雨
晴导演是一个非常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目标非常明确的一个导演。我觉得他非常厉害的一点是，他作词可以亲自上阵，最后居然可以把画面和词完全性的对上，给我一个非常大的惊喜。播完之后，我给全公司放了假，好让大家缓口气。大家都是第一次经历播出期，毫无经验可言，累趴下了。但实际上我歇不下来，假期中就开始干第2季了。因为原创风险非常大，出任何纰漏都有可能事情是做不下去的。能开这个项目，我是当这辈子唯一一次机会对待的，所以我这次竭尽所能。非常感谢各个环节的小伙伴能陪我一起扛下无数技术困难和经济拮据，完成了第1季。现在能有机会做第2季，就感觉非常非常的幸运。但很多事有开始就会有结束，我非常希望这部作品我能逐渐有能力继续坚持下去，而不是只能做个开头。但有的时候愿望能否实现和你多努力不一定有关，即使如此，还是会加油的，争取多做一点是一点。如果不能用视频的形式完成，我也会想办法，或许用文字的方式把结局呈现给大家。最后谢谢大家喜欢这部作品。大家如今已经克服了近期的一些困难，在陆续返岗，要继续赶工了。我们目前正在调集所有的人马，在赶制第2季的内容，希望能尽快的与大家见面。